歌剧魅影。加斯东勒鲁。第24章。酷刑开始。波斯人的叙述继续。那个声音愤怒地重复道：“你在我的钱袋里做什么？”克里斯蒂娜达埃的颤抖一定不亚于我们。这么说，你想要我解开你的绳索，就是为了拿走我的钱袋，是吗？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是克里斯蒂娜跑回了路易·菲利普风格的房间，仿佛想在我们这边的墙边寻求庇护。你为什么要逃跑？那愤怒的声音追问道。他已经跟了上来。你想把我的钱袋还给我？你难道不知道那是装着生命和死亡的钱袋吗？听我说，埃里克，年轻女子叹息道。如果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一起生活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的一切都属于我。他说这话时语气颤抖，令人心生怜悯。这个不幸的女人一定是用尽了她所剩无几的力气来克服她的恐惧，但是用这种孩子气的花招，用牙齿打颤的声音说出来，是无法让那个怪物感到惊讶的。你很清楚钱袋里只有2把钥匙，你想做什么？埃里克问道。我想，他说，参观一下那个我不认识，而且你一直对我隐瞒的房间。这只是一个女人的好奇心。他用一种故作愉快的语气补充道，但这种虚假反而只会增加怪物的不信任感。我不喜欢好奇的女人，埃里克反驳道。你应该从蓝胡子的故事中吸取教训。来吧，把我的钱袋还给我，把我的钱袋还给我。你想放下那把钥匙，小好奇鬼。他讥讽地笑着，而克里斯蒂娜则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尖叫。埃里克刚刚夺走了他的钱袋。就在那一刻，子爵再也无法抑制，发出了一声愤怒和无助的吼叫。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压制下去。啊！怪物喊道。那是什么？你没听到吗，克里斯蒂娜？没有，我什么也没听到。不幸的姑娘回答道。我好像听到了一声尖叫。尖叫？你是不是疯了，埃里克？谁会在这座宅邸的深处尖叫？我尖叫是因为你弄疼了我，我什么也没听到。你跟我说话的口气，你在发抖，你非常激动，你在撒谎。有人尖叫了，有人尖叫了，有人在刑讯室里。啊，我现在明白了。没有人，埃里克。我明白了。没有人。也许你的未婚夫。我没有未婚夫，您很清楚这一点。又是一阵恶毒的笑声。另一方面，这很容易知道。我的小克里斯蒂娜，我的爱人，不用打开门就知道刑讯室里发生了什么。你想看吗？你想看吗？看，如果真的有人，你会看到上面的靠近天花板的地方，那扇看不见的窗户会亮起来，只要拉开黑色的窗帘，然后在这里关灯就窗帘。就这样，关灯吧，你不必害怕黑暗，有你的小丈夫陪着你。然后听到了克里斯蒂娜濒临绝望的声音。不，我害怕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害怕黑暗，我对那个房间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是您用那个刑讯室，像对小孩子一样吓唬我。我以前是好奇，这是真的，但是现在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什么都没有。而我最害怕的事情自动触发了，突然间我们被强光淹没。是的，在我们墙的另一边，仿佛发生了一场火灾。沙尼子爵没有料到这一点，他惊讶地摇摇晃晃，而那愤怒的声音则在另一边爆发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有人。现在看到那扇窗户了吗？那扇发光的窗户，在上面，
在那堵墙后面的人看不到它，但是你会爬上那副双梯，它就是为此而存在的。你经常问我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好吧，你现在知道了，它是用来观察刑讯室里发生的事情的小好奇鬼。什么酷刑？里面有什么酷刑？埃里克，埃里克，告诉我，你只是想吓唬我。如果你爱我，就告诉我。埃里克，没有酷刑，不是吗？那是小孩子的故事。去看看吧，我亲爱的，从那扇小窗户。我不知道在我身边的子爵，此刻是否听到了年轻女子那微弱的声音，她完全被眼前出现的闻所未闻的景象惊呆了。至于我曾在马赞达兰玫瑰时光的小窗户里多次见过那样的景象，此刻我只能听着隔壁的谈话，寻找行动的理由，一个需要做出的决定。去看看，去从小窗户看看，告诉我之后它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听到了梯子移动的声音，梯子靠在了墙上。爬上去吧。不，我来爬，亲爱的。好吧，是的，我去看，让我来。哎呀，亲爱的，我的爱人，你真好，你能替我做这件事，我这个年纪真是太好了。你会告诉我它长什么样子？如果人们意识到拥有一张鼻子是多么幸福，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鼻子，他们就永远不会来刑讯室。就在那时，我们清楚地听到，在我们头顶上方传来了这些话：我的朋友，这里没有人。没有人？你确定没有人吗？绝对没有人。那就更好了。你怎么了，克里斯蒂娜？来吧，你不会不舒服吧？既然没有人，下来，冷静下来。既然没有人，但是你觉得景色怎么样？哦，令人惊讶。好吧，你感觉好多了，不是吗？你感觉好多了，不要激动。多么奇怪的房子啊，不是吗？在那里可以找到这样的景色。是的，就像在格莱万蜡像馆一样。但是，埃里克，里面没有酷刑。你知道你让我感到多么害怕吗？为什么？既然没有人，是你建造了那个房间吗？埃里克，你知道它很壮观吗？你绝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，埃里克。是的，一位我这个领域的伟大艺术家。但是，告诉我，埃里克，你为什么把这个房间叫做刑讯室？哦，这很简单。但是，首先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一片森林。森林里有什么？树。树上有什么？鸟儿。你看到了鸟儿？不，我没有看到鸟儿。那么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想想，你看到了树枝。树枝上有什么？那个可怕的声音说道：“有一根绞索。”这就是我为什么称我的森林为刑讯室。你看，这只是一种说法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玩笑。我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表达自己，我不做任何像其他人那样的事情。但是，我很累，很累。你知道吗？我再也无法忍受在我的房子里有一片森林，一个刑讯室，像个江湖骗子一样被装在一个双层底的盒子里。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想要一套安静的公寓，有普通的门窗和一个像所有人一样诚实的妻子。你应该明白这一点，克里斯蒂娜。我不应该每次都重复。一个像所有人一样的妻子，一个我会爱的女人，一个我会带她去散步，一个我会让她整个星期都开心的女人。啊，你不会和我在一起感到无聊的。我有很多花招，更不用说纸牌戏法了。看，你想让我用纸牌给你变魔术吗？
这样我们可以打发时间，一边等待明天晚上11点。我的小克里斯蒂娜，我的小克里斯蒂娜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你不再拒绝我了。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不，你不爱我，但是没关系，你会爱我的。以前你不能看我的面具，因为你知道面具后面是什么。现在，你不再介意看它了，你忘记了面具后面是什么，你不再想拒绝我了。只要想，只要有善意，人就会习惯一切。有多少年轻人在结婚前不相爱，然后又彼此相爱？啊，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但是你会和我在一起很开心的。没有人像我一样，例如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没有比我更好的腹语师了。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腹语师。你在笑，也许你不相信我。听着，这个可怜虫，他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腹语师，正在迷惑那个小姑娘。我完全清楚这一点，目的是为了让她把注意力从刑讯室移开愚蠢的伎俩。克里斯蒂娜只想着我们，她用她所能发出的最温柔的语气，带着热切恳求的眼神看着他，重复了好几次。关掉小窗户，埃里克，关掉小窗户。他确信那道光，那道突然在小窗户里亮起来的光，以及怪物曾以如此威胁的方式谈论过的光，一定有其存在的理由。唯一能暂时让他安心的事情，就是他看到了我们两个，在墙后，在那片壮丽的火光之中，安然无恙地站着。但是如果灯熄灭了，他无疑会更加安心。另一个人已经开始了他的腹语表演。他说：“看，我稍微抬起我的面具，只是一点点，你看到我的嘴唇了吗？或者我所谓的嘴唇，它们没有动。我的嘴，或者我那种所谓的嘴，是闭着的。然而，你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我用肚子说话，这很自然，这就叫做腹语师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听我的声音，你想让我把声音放在哪里？放在你的左耳还是右耳？放在桌子上，放在壁炉架上的乌木小盒子里。啊！你很惊讶，我的声音在壁炉架上的小盒子里。你想要它远一点还是近一点？响亮一点，尖锐一点，带鼻音。我的声音到处游荡，到处听着，我亲爱的，在壁炉右边的小盒子里，听听他说什么。是不是该转动蝎子了？现在，咔嚓一声，听听左边的小盒子现在说什么。是不是该转动蚱蜢了？现在，咔嚓一声，看看卡洛塔的喉咙，在卡洛塔那金色的喉咙深处，那水晶般的喉咙里，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是我，公鸡先生，是我在唱歌。我听到这孤独的声音呱，在我的呱呱声中歌唱。现在，咔嚓一声，他已经到了幽灵包厢的一把椅子上。他说。”卡洛塔夫人今晚唱得像要把吊灯震下来一样。现在，咔嚓一声，哈，哈，哈，埃里克的声音在哪里？听着，克里斯蒂娜，我亲爱的，听着，他在刑讯室的门后。听我说，我就是在刑讯室里的人。我说什么？我说，那些有幸拥有一张鼻子，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鼻子，并且来到刑讯室的人真是可怜。哈哈哈哈！那可怕的腹语师发出的该死的声音，他无处不在，无处不在。他从小小的无形窗户里钻进来，穿过墙壁，在我们周围奔跑。埃里克就在那里，他在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做了一个要扑向他的手势，但是比回声的声音更快，更难以捉摸。埃里克的声音已经回到了墙的另一边。突然，我们不再听到他的声音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克里斯蒂娜的声音，埃里克，埃里克，您的声音让我厌烦。住口，埃里克，您不觉得这里很热吗？是的，是的，
热得让人无法忍受。埃里克的声音回答道。然后又是克里斯蒂娜的声音，因焦虑而窒息。这是什么？墙很热，墙在燃烧。我来告诉你，克里斯蒂娜，我的爱人，这是因为旁边的森林。您是什么意思？森林？你没看到那是一片刚果森林吗？怪物的笑声是如此之大，以至于我们再也听不清克里斯蒂娜恳求的呼喊。沙尼子爵像个疯子一样尖叫和敲打墙壁，我无法阻止他。但是除了怪物的笑声，什么也听不见，怪物自己也一定只能听到他的笑声。然后传来一阵短暂打斗的声音，一个身体倒在地上的声音，被拖走的声音，以及一扇门被猛地关上的巨响。我们周围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正午灼热的寂静。在非洲森林的中心，